大家好，我是林基。从事命理那么多年，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我改了名字，我改了电话号码，我改了车牌号码，为什么我的运势没有转好？其实这些林林总总并没有错，只是说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会因为你改了名字、改了手机号、改了你的车牌号码，甚至改了你住家的地址或是方位，而马上有所改变。我们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的运势的好坏，它有运势的流转、命运的高低与起伏，还有就是影响着我们一生命运的好坏，有10种的，应该是说10个原因会让我们的命是好还是坏。今天透过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就是探讨分析一下，到底是哪一些东西、哪一些事物、外在事物或是内在的影响，改变了、影响了我们的一生的命运。首先，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定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大家相信对这句话一定不陌生，对吧？但是在这个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出生在台湾，自小因为体质比较特殊，所以对一些比较天地磁场的一些变化啦、事物啦，会比较敏感。然后也因为佛跟道的结缘，让我在之前在庙宇服务了也将近20年，至今还是不断的一直从事着这一方面的工作。当然，时间可能会没有多，因为我已经是变成说退居在幕后做一些指导的工作。毕竟因为还是有点年纪了这个不瞒大家说，自己本身除了就是担任命理顾问啦，或者是偶尔帮人家看运势、看看风水。当然，不管是运势、风水、取名改名，甚至就是说紫微斗数，这些其实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也是我应该是从小对这一方面是特别的有兴趣。好，今天我们废话也不多说，我大概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当然，在深圳，在台湾，我其实一直在两岸都有一直，等于是两边都是一直来来往往的，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认可。今天我们就针对命理的部分，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探讨。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其实我刚刚念的这一些，都代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也是影响着我们一生的命运的好坏。为什么呢？我们今天一一来一个分析跟探讨。其中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命，我们的八字，当我们出生在这个地球表面，出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出生的八字、年月日时间，它是不可能改的。它就是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人世间，它才有可能这个八字才会消失。它就是我们身上的与生俱来带的一个印记。也许你会不了解说，为什么八字会影响我们这么重要，或者是影响这么大？其实这个讲到前世或者是今生，它在着都非常有巨大深远的影响。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投胎？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个家里？其实这些都是有来由，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去深深探究这个原因。那今天我们针对就是我们的命，以命运来讲，我们出生的时间，它影响了我们一生的运程的高低好坏。它只是在我们的人世间，比方说它占了50分，那其他比方说运程，或者是我们居住的地方，甚至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出生年月日时间，还有就是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甚至我们的住家的门牌号码，
这都是影响我们人一生的运势，包含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些好事，是不是积了一些功德，还有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认知，我们念书是不是真的有改变了我们的想法，甚至改变了我们的选择。再来就是我们的衣着、我们的气色，甚至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吃饭，怎么样去，应该是说怎么样去养生，对不对？这些都林林总总，其实都影响着我们的命运。好，那大家知道命，我们讲算命它有几个方式，我们今天大概就是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啊。在古代呢，其实最刚开始的卜筮就是占卜，最陈旧的就是占卜的方式，它是有一种龟甲，就是龟甲，还有就是那个湿草，我们就是以前称为叫做卜筮，它就是运用这样的方式来占卜吉凶的。这个现在可能运用的会比较少，一般现在我们比方说有梅花易数啦，或是金钱卦啦，甚至数字卦啦，这些都是一样哦，这些都是卜筮的一种，占卦的一种。接下来就我们讲易经，易经更是大家都能够知道了。现在的数字易经64卦，它其实这林林总总，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它都是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缘由，我们可以知道吉凶祸福。接下来就是相术，对不对？相术、手相、面相，甚至我们的纹路、我们的长相，林林总总都可能影响着我们的运势的好坏。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占星学，这样的话有12星座，当然我们中国人有12生肖，12时辰，这些也都是可以体现出我们的运势的好坏。大家都知道，比方说今年是庚子年，明年是辛丑年，我们生肖是属什么，在什么年运势的好坏，这就是占星术。接下来我们也很清楚的了解到，就是比方五行术，比方说5个元素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比方今年是庚子年，它就是属金，明年是辛丑年，一样是金，只是这是阴或是阳的区别跟分别而已哦。这些也是林林总总可以知道说，经由这个五行相生相克来占卜吉凶。接下来我们就讲说风水。风水其实在古代讲也讲堪舆术哦，它结合了五行、八卦、阵法，其实它都是可以这么看的。最主要它是以宅，就是我们讲住宅的地方来看我们的吉凶哦。大家都知道说，比方说我们的住家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哦，这个都是这林林总总就是风水跟堪舆的意思。接下来我们有到庙里去抽签。然后呢，就是我们讲抽签就知道我们的吉凶，然后我们经由卦象、诗签里面的字，给我们一些字啦，或者是一些提醒啦，这些都算是。接下来还有就是占卜哦，我们占卜刚刚有说过了，就是占卜就是由抽签来讲，可以看得出里面的一些含义，它的字透有文字给我们知道我们的吉凶祸福，包含就是像做梦。做梦，经由做梦，有些人他会做一些警示的梦、预知的梦啊、未来的梦，甚至可能还有人前世的梦，这些都算是。包含还有就是测字，拆字测字，经由一个字来拆解出吉凶祸福，看出好坏。接下来就是奇门遁甲，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奇门遁甲河图洛书，它其实就是根据咱们年月日磁场对应，我们讲到吉凶祸福或者是趋吉避凶的一个好方法哦。接下来还有我们就是知道讲的符咒，很多在古代的一些巫师啦，或者是我们讲道家的一些道长啦，常常会用一些符咒祈福啦，这些就是我们以前讲的祝由术哦。再来就是八字，八字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有我们的出生的年月日时间，这些就是代表我们的八字，来代表我们一生的命运。从八字可以推算的出来。接下来就是紫微斗数，紫微斗数一般来讲，我们之前有介绍，就是紫微斗数它是叫做帝王术哦，以前都是在皇宫里的钦天监，由皇帝去钦点一些官员特制的一些就是
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人士才有办法去学习到这个紫微斗数。那因为随着就是国民党入驻到台湾，这个也就在台湾、港澳台会比较广泛。其实紫微斗数呢，它运用的东西就是跟我们的八字出生年月日时间是一样的，包含易经风水啦，还有就是我们的五行啊，甚至就是更多的河图洛书，这些林林总总都是我们推算出吉凶祸福算命的其中的一种典故。那紫微斗数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其实应该是说是我最喜欢一本书，因为经有108颗星，然后幻化出140种人格，推算出我们的命宫、兄弟、夫妻、财帛、天乙、官禄，还有我们的田宅，甚至我们的事业，还有是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福德，这些用简单的12宫格推算出我们的一生的命运跟祸福哦。另外，灵基本人也有创一个叫做灵基子占哦，这是经由就是占卦的方式来推算出我们的吉祸福。当然，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是算命的方法。我们有讲过，就是一命二运。二运的话，就是讲的话，每一年我们常常在说10年大运啊，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啊，3年风水照轮哦。人生的命运就是一个曲线图，你可能有时候运途好，当然，也许就是我们讲到开题的那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我的运势不好？我改了名字，却不能马上转好。对，这个就是很好的话题。为什么不能转好？因为当我们运势不好的时候，我们试图更改，它是不可能马上扭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哦。因为它有运势，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处于在很顺风顺水的一个状态。其实运势，当我们运势或运途不好的时候，不管你是改名字、改手机号、改我们的微信名，甚至就是改我们的车牌号码，这些也许多多少少它都会有一些改变，只是说它不可能马上把我们的厄运驱赶，马上由负数转成多很多的收获，这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接下来我们就讲风水。风水的话就是住宅，其实风水就是阳光、空气、水下去推算的哦。我刚刚也讲到，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居住外面的环境影响着我们外在的一些事业的运途好坏，居住家里的环境也影响着我们居住这些里面的人是不是关系和谐，是不是相处的融洽这些林林总总都在我们的风水里体现出来。接下来就是我们讲积阴德一命二运三风水4积阴德阴德我们常常在讲，为什么要说要积阴德？我们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恶小而为之其实在我们默默的行善当中，老天爷自会帮你记下一笔功德，只是说也许不可能马上行善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福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想着说是因为我们行善而要有所回报，这样子反而在你积阴的这个功德簿当中反而会有了折扣，打了折扣这个一定要非常注意再来我们讲到读书，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活到老学到老。其实读书或是学习只是为了让自己更有智慧，生活更美好。因为读书得到新的知识，我们去学习新的东西，包含我们学五行、术数，或者是包含我们的科技一些方法，它都会让我们的生活改变，得到更美好、更棒的一个状态再来就讲六名我们也讲到改名、微信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好，甚至车号这些就是名字，它会影响着我们。所以说，它只是我们1/10，它并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在处于厄运的时候，因为改了名，你马上能够转成运，这是不可能，因为它只是1/10，但至少它会让我们的生活，至少会让我们的生活
不至于一直滑到谷底哦，做一个止损，对吧？一个止损哦。接下来就是数字，其实数字来讲的话，比方说我们的身份证字号哦，车牌号码，或者是我们的银行的密码、卡号，在的它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数字，所谓的数字 DNA， 这就是数字 DNA， 也就是我们讲数字易经哦，这些都是哦。名字，名字的话呢，以我的经验，就是我的历程来讲，它有五行生肖、姓名学啦，甚至或者是数理啦，或是什么，就是有日本的一些熊崎氏的一些就是每一家的各家的算法对应的关系天格、地格、人格、总格、外格，林林总总的方式来对应，甚至就是找到好的名字哦。当然，有些名字我们在选择名字的时候，也是要针对个人来讲，是不是这个名字是好的还是不好，对我们是不是有影响，对我们家人、我们的孩子、父母，甚至另一半，是不是会有一些冲克？所以说，在姓名的选择上，名字的选择上，我们都要经过一些筛选的哦。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说相哦，七相、六名、七相，对不对？相的话，我们前面有提到过，手相、面相、体相，包含比方说我们的名片也是一种相的象征，还有就是我们的外观，好，我们的气色，甚至就是说我们的衣装、衣着啦，好，我们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会在影响着我们的气色哦。接下来我们就讲到就是八敬神哦，其实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的一个自由。那当然以灵基来讲，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在道家跟佛家结下了一生这一辈子的一个渊源哦。当然我们对他还是非常尊敬的，因为我自己这个只能自己亲身体验才能够感受得出来。古今中外有很多神，包含像耶稣啦、天主啦、阿拉啦、这西方神啦，甚至到东南亚的一些神哦，神祇非常的多，包含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希腊文化的半人半兽，还有就是我们远古时代的伏羲、女娲，这些半人半兽、人面蛇身、人首龙身，甚至我们就是在我们很有名的一部经书叫做《山海经》的这一部书籍里面，它也有讲述到一些半人半兽的一些故事，还有就是希腊神话也特别多讲述到半人半兽。其实，在远古时代，的确我们有可能就是半人半兽，然后慢慢演化成人与兽是分开的哦，或者是人与神是分开的，慢慢的做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界限哦。我们另外提到就是九交贵人哦，其实有一句话也讲得非常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其实这个朋友就是我们的贵人。其实贵人不是说实质上要拿钱财出来帮助我们的贵人，包含说也许他帮我们讲了一句好话，他就是我们的是一个贵人，人生旅途上的一个贵人，甚至就是我们在谈事业、谈项目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助手、一个助力，帮我们讲了一句好话，也许就把这一个生意或者这个项目给谈成了，那他就是我们事业上的贵人哦。再来，我们就讲到说养生的部分，在养生的部分有哪一些方法呢？以我们中国人来讲，就是食补养生、食疗养生，或者是药膳养生。那除了这一些食补养生或是药膳养生，其实在我们中国以吃的民族，对于食物的一些养生方法，包含五行啦，介于五行五色啦，开运的养生之外呢，民以食为天选择食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有的东西，现代人提倡的就是原生食物，以新鲜的食材为最主要。只要是食材新鲜，不会过多于精致的食品，对我们食物的养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性，既简单也选择性也很就是比较广泛。接下来就是说，除了食疗养生之外呢，我们精神也要养生哦。精神养生有包含哪一些？就像我们讲到脉轮啊，脉轮它是源自于就是梵文哦，印度梵文的那个 chakra 哦，其实它就是一个轮圈，就是有点类似我们中国人讲的任督二脉，它是一个脉轮的那个气
气的一个穴点哦。那脉轮呢，它会在我们的身体上，就是在由我们的头顶到我们的就是脊椎的尾椎的这个部分哦，它有7个脉轮，包含了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小宇宙，它各自掌管着就是我们的身体啦、情感啦，还有精神的3方面的平衡。它每一个脉轮其实是互相的影响哦，它代表的也就是我们物质本能、思想、精神这一块哦。第一个就是说，比方说脉轮的部分，当我们的脉轮如果呈现是比较活跃的状态的时候，对应的内分泌系统，或者是情绪，它就会发挥比较正面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的脉轮没有开启，或者是过度活跃的时候，它相反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健康状况啦、情绪啦，或者是一些负面的平衡的状态就会失衡，让我们生气、疲惫、欠缺一些情感的交流，这些都会受阻，甚至就是我们的创意思想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的一个情绪的部分。当然，如果说能够在吃养生的这一部分，食疗养生的部分，跟身体跟心灵都能够处于和谐稳定的状态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办法哦。所以说，养生的部分不只是因为食材、食疗、药膳养生，对于我们心灵的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尤其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像比方说我们最简单就是打坐，打坐的时候打通我们的一些7个脉轮的状态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身心达到一个平衡。在达到我们身心平衡的状态，其实也就是开运的开始与开端哦。那脉轮如果说想要知道脉轮有哪些脉轮，当然我们下一次也可以针对脉轮这个部分另外再做一个介绍，让大家就知道说脉轮怎么样影响着我们人的命运跟我们的心灵的一个和谐状态还有健康状态。其实林林总总就是以上我讲的，不管今天是哪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提到再重复一次，一命2运3风水，4积阴德5读书，6名7相8敬神，9交贵人10养生，就是这10个项目影响着我们一生的命运的好坏，缺一是不可的。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运势不好的时候，借由这些其实它都可以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着我们的命运。今天就跟大家分析跟探讨到这里，希望这些话题能够让对于我们的命运、人的一生能够有更加的了解，也充分的认知到说，为什么我的名字改了没有马上变好，为什么我的手机号改了，我的运势没有马上转好，其实这些林林总总都影响着一生的命运，吉凶祸福。林基，感谢你。谢谢。